今年的重庆车展在长城炮的前面发布了一款新车，火炮，你受得了吗？重庆的火锅，然后现在有火炮了。那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型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长城2座的越野版的长城炮。来，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协调？然后只有2个座了。这种概念呢，相当于以前我们在看到很多的那种北美的什么 F150啊，这些我们都特别的羡慕，说啊这2座后边的空间拿来可以放更多的东西。那么来了，然后这台车呢，它整个的一个轴距是2.78米左右啊，这个车长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数据，但是呢我们目测差不多在4米多。因为我就跟大家说过，我特别喜欢那种短轴的，因为它的可以通过性可以更高，它的前边的这个接近角跟后边的离去角，以及它的纵向通过角，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4门版的这种长城炮要大了很多，所以说它能够去的地儿可以更多了。你看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个轮子呢是用的这种 AT 胎啊，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我们看这里边，这台车呢是配备了 K-Man 的这个避震，这个避震如果你自己去选装下来，差不多一套1-2万块钱吧。然后，但是这台车可以作为标配。同时呢，这台车它整个的前边的绞盘是给你配上了。然后说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价格，它的价格是17.98万，然后目前是限量68台，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你们在看到视频的时候，那么这台车已经卖完了。但是之后的话，肯定还是会有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这台车是第一个取到了2.5吨牵引力的一个资质，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它就可以在符合法规的一个需求下面，你可以去拉动房车了。也就是你周末你羡慕的那种，大家可以拽着那个房车的生活方式，你也可以有了。我们来看它后边这个斗啊，这个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做得非常的粗壮啊，因为它是基于这个越野版的车型来做的，并且它的底盘呢实际上是用坦克的底盘来做的，所以说这台车其实看起来很大，但是它轻量化做得非常的棒。但是你从这种视觉效果上可以来看，那么这台车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尾箱，这个可以特别装载能力很大。我上去跟大家看一眼，就是上面就是这样。就是，而且这个地方它也给你加装了后边的这个探照的这个灯，所以说它整个的配置来讲的话，那么这台车把所有的配置基本上都给你配得非常的充足，就是你拿来之后你不用再去做任何的改装了。下车得这么跳下来，但这个有点重啊，所以女士来开关这个尾箱车门的话，稍微的有点沉。然后你看后边的这个整个的。因为这台车呢是带大梁的，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就是整个底盘的结实程度，你可以看到这儿完全的进行了一个裸露在外面，而且包括它的排气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排气管。来，我们进车内看一眼。那么这台车的内部来讲的话，就比外观看起来要温柔很多了啊。但是呢，你看这儿后边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固定的有机玻璃的一个窗户，然后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后边的放的这种物品。要是我的话，我上面可能会去放一个盖牙，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你能够去放一些不太爱淋雨的这样的一些物件放在后边就可以了。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内啊，这个车内首先来讲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在20万级别这样的一个车型上面的感觉。但是呢，你看它这些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比较强烈的这种硬塑料的这种味道啊，我觉得，但是作为一个硬派的这样的一个皮卡，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中间呢也没有这种大屏啊，这台车还是依然用的特别小的一个小液晶，然后显示的信息很少。这儿呢也是用的这个非常小的这样一个2-3英寸的这样的一个小液晶啊，这个，但对于硬派越野，我觉得都不是问题。但是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什么呢？方向盘上边居然给你配了薄片换挡，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意外啊。然后方向盘上边的各种的这种功能性的按键，包括接打电话、什么音响，还有它的定速巡航等等这些模式在上面都能够去调节。中间这个把手呢还是保持不变啊，就是电子的挡板哈，这个是要给一个好评的。然后前边特别多的一些实体按键，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空格。
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些功能的一些拓展。比如说以后你把前面换成了这种电子的这种就是拖车钩啊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在上边去进行拓展啊，这个是比较强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车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而且车顶比较高。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开这个车你就不能坐2个人以上的人啊，就是只有2个人在坐了。但我觉得应对于现在逐渐的皮卡市场被放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那么这台车我觉得更多的就适合于像城市里边的人买一台来停在车库里边，然后到了周末我就带着，好像只能带媳妇儿啊，带不了小孩啊，也带不了父母了，就是2个人去过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度假的一种方式。当然我觉得2个人那就你为了好看，那就只能去牺牲后边的座位了，就坐2个人，也就这样的情况了。这台车呢之后开起来啊，会跟大家来找找感觉，以及它更强的越野性是它这个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